12只手，这里边有6个人吧？这一起泡澡淹死的，啊？这里面其实只有1个人。1个人？你仔细看一下他的头，有什么区别？这些其实不是他的头，是他身上的一些肉瘤。你仔细看，确实长了12只手。1个人，12只手，那还能叫人吗？这妥妥就是一虫子。按道理来说，这样的人先天染色体异常，内脏也会严重发育不良，怎么可能会长得这么大呀？哎，要我说啊，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也很简单，咱们赶紧回刚才那个屋，把那些陶罐罐全拿回来，把这里面的水舀出来，这样下面到底什么情况就知道了。而且你们看啊，这下面好像还有一块石板，咱们可以把这个一起抬出来，说不定能有什么意外发现。也对，我们下来之后一个字都没看见过。如果这石板上面的字我能看得懂，那还能推理出来个一二，这样对我们后面的行动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行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走，趁着机关变动之前。走。让我看看我们的宝贝气瓶回没回来？有吗？得，没回来。得，还是得舀水。我靠，这么沉！这个可以啊。哎，这行。走吧，破石头墩有什么好看的？赶紧走了。这些画是叙事画，而且修建起来好像不比这大雍皇宫差。但是我看这些东西不像是中原的，我看不懂。胖子，你觉得这东西？胖子，胖子。
吓死我了姐！你们刚才去哪儿了？你们？我们被怪物吓跑了。怪物？你们也碰上怪物了？你也遇到怪物了？是不是一个长着白毛的，速度很快、手很小的一个？啊？什么白毛？那你遇到了什么怪物啊？我刚才看见一个，哎呀，一个跟人一样的，就从那个泉眼里面一下子就飞出来了。但他绝对不是人啊，2米多高，那么老高。小哥，这地方不对劲儿啊！这里面怎么这么多怪物啊？是海猴子。什么猴子？啊？海猴子？谁养猴子？真的有这东西？我们不要再聊了，我们得立刻出去。好。不行，我刚刚就是把那个海猴子关在这个门外面了，现在出去还不知道他走没走呢。等电梯启动，我们就立马走。哎，胖子啊，你们刚才遇到什么了？走吧。破石墩子有什么好看的啊？我先走了啊。哎呦，这个臭货！来，你。哎呀，这儿有一个台阶来着，下去。我靠！小吴，不行！小吴，别喊了，他听不见。那怎么办啊？小吴！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咱们现在反正已经在电梯里了？只要电梯不到，咱们谁也下不去。行，我同意你的想法了，开始干活吧。啊，我刚才想了一下啊，咱俩肯定得下去一个。你请吗？嘿嘿嘿。这事儿吧，啊，我告诉你，他可能见过大场面的人，相当于，然后我俩把那个水舀完了之后呢，把东西抬出来一看，小哥啊，你说这个还挺这个大肚子，她不会是还怀着孕呢吧？那她这些个肿着的是什么呀？怎么了，小哥？这写的是什么呀？这小吴也不在，这字儿也看不懂啊。小哥，你认识这些字儿吗？这石碑底下有个洞。这下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还真有个洞啊！这还是人工打的，这难道说是小吴的三叔打的？
不应该呀。可是为什么会在这儿打洞呢？难道说也遇到了和我们同样的情况，准备从这儿跑出去？怎么了，小哥？胖子，你先别动。啊？小哥，是什么问题啊？快跑！小哥，我帮你！再然后呢，我们俩就一路游啊游，游啊游，就顺着游出来了。然后就看见你，给我吓个半死。哎呀，你怎么没说你把我吓个半死？合着你就只看到了一只手啊？你几个意思？你埋汰你胖爷怂呢是不是？小哥厉害吧？他看见那东西都掉头就跑，你说我装什么大头算呢？哎，说到这儿，我还想问你一句呢。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有那么可怕吗？是一种小爪水獭，可能是发生了变异，喜欢寄居在腐臭潮湿的环境里。我们一旦把它杀死，就会喷发出大量毒气。那还真该跑，没毛病。所以说，你们刚刚过来那个洞，就是通这个水池子。那为什么？这有什么必要吗？他是不是魔怔了？老吴啊，你怎么又开始看石墩子了？啊，刚才忘了说了，我看这些石骨上面画的东西，应该都是一些叙事画。什么玩意儿？叙事画。叙的什么事啊？哟，还真是叙事哎！他们这干啥呢？这建的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没看懂啊？哟！挡着我了！给这人装起来了，哎，所有人都正面的，就这人背着手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是谁呀？我猜啊，这石墩上画的这个东西，应该是这个沉船的主人。为什么？你看，这个地方，它这上面刻的这些建筑工艺，和我们这里很像，而且它也设计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机关，这机关设计就很像是我们这里的电梯。就这个是吧？是有点像。然后呢？不过，这样的话反倒好猜是谁啊？你这人，你说什么了？他怎么就好猜了呢？因为当时的能工巧匠其实并不多的。第一，在600年以前；第二，他得有资格去修建一个堪比大雍皇宫一样浩大的工程。第三，他还得懂得一些风水和奇技淫巧。要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，这个人应该……汪藏海。对，汪藏海。妈谁呀？你吓我这一跳。汪藏海是个奇人，他在风水上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。他当时被命令直接设计了整个大雍皇宫，还附带设计了好几个大城市。他当时一句话就可以让好几个大城市瞬间消失。奉天承运，皇帝敕曰，任命宫总管
建筑皇宫的木工手汪藏海为工部左侍郎，授2品官，享受1品官俸禄，钦此。皇上，慢点跑，高点儿，高，放高点儿。皇上，再高一点儿，慢着点。上高。我之前看过一些他的笔记，是一些关于他的风水著作，里面内容可以说是窥探天机，深不可测。不过很可惜，这些东西都没被他的后人给记录下来，大部分的都已经失传了。但你想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制造一艘可以沉在海里的船，千年不腐的船，绰绰有余。还真是，真没想到啊，一个建筑师会这么多。不过这些都是我的猜测，但凡能找到一点文字的记载，我都可以去判断我猜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。嗨，哎，你不是说你看到的那个女尸下面的那个石板上有些文字吗？你还记不记得上面写了什么东西？别提，看见白毛怪给我吓都给我吓死了，上哪还记着那些呀？哎，不过你这一说白毛怪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我总感觉什么时候好像看见过他，在哪儿来着？你说这白毛怪，他会不会游泳啊？哇塞，这么深！这是个无底洞吧？这会不会有妖怪啊？你看这是《西游记》啊！哎，你看，顺着这个石阶下去，估计还有别的路。要不下去看看？走。哎，胖子，你等一下，你至少等水雾散了再下去。你现在下去太危险了。哎，没事，我就是先下去看看，要是真有危险，再下来。放心吧，啊。你自己悠着点啊。哎，嚯，真够窄的。哎，嘿，有洋文呢。你看错了吧？这沉船里面怎么会有洋文啊？你胖爷我虽然洋文不好，但是 A 波兹德我还是能分得清吧？这分明就是洋文嘛！你不信自己下来看。你念一下，写的什么东西？楚啊！我要是会读的话，我还用你下来看吗？你别废话，你看，赶紧看。这要不是洋文啊，我王字倒过来写。哎，大声告诉我，是不是洋文？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是，我给你道歉还不行？这差不多。
不过这下面怎么会有洋文呢？难不成是因为之前下来过洋人？这帮臭老外，又他妈来偷我们东西。其实也不一定，因为中国人也可以写英语。我猜有种可能是，之前的探险队下来的时候，遇到了某些危险，在这里刻了一些英文单词作为警醒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可能是你三叔他们？我是想过，但是如果我三叔睡着的时候，其他的人下来过这个地方，那他们的失踪会不会和这里有什么关联？这地方好像来过。啊？他干嘛去？他说什么？哎啊！我去，难道他真是20年前旧照片里的那个人？你说啥？我跟你说啊，这里面黑漆麻糊的。刚才我和小哥差点没在水里憋死，都没注意到这底下还有这么大空间。小哥，他怎么定那儿了？小哥，小哥，这石雕雕了个什么东西？长得和个河姆渡人一样。这个是定海狮吼，一般沉在池塘底下辟邪用的。这玩意儿能辟邪？他不跳起来和我打一架，我就谢谢他了。